伊朗认怂了，宣布取消对乌克兰的打击。乌克兰袭击伊朗船只后，伊朗扬言要报复基辅，喊着导弹足以覆盖乌克兰全境，仿佛导弹已经装上了发射架，只等一声令下就可以让乌克兰付出代价。最后却突然喊了暂停。从选定目标到取消打击，伊朗为什么踩了刹车？乌克兰做了什么？火力军在战场合并的期视频里就说过，这两个国家大概率不会打起来，伊朗最有可能的就是冲着乌克兰多放几句狠话，造成一些威慑，然后就稀里糊涂的结束这件事。现在伊朗的态度也验证了这一点猜测，只是火力军万万没想到，伊朗甚至跳过了放狠话环节，直接给这件事按了暂停键。这也说明了一件事，打乌克兰这个选项应该从来都不在伊朗的考虑范围内，尤其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他们压根儿不可能动乌克兰，倒是很有可能借机勒索乌克兰，看他们的行动就知道了。8月3日，伊朗最高领袖的高级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通过伊朗国家电视台对外宣布，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完成了对乌克兰境内3处目标的打击准备，但是他们暂停了打击计划，理由是基辅道歉了。然而雷扎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乌克兰道过歉，反倒是乌克兰方面外长西比哈再三重申，他们无意袭击民用船只，可能这就是伊朗理解的道歉。其实真正让伊朗把拳头放下来的，从来不是基辅打了什么电话说了什么，而是美国做了什么。7月初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不断升级，到了8月，局势已经有了进一步升级的倾向，以色列全军进入高度戒备。经济学家报还捅出来一个消息，8月刚刚开始，美国就向以色列增派了10架空中加油机，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加油机数量飙升到了40架。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建议所有在中东的美国公民准备撤离。特朗普一边喊着谈判，一边威胁对伊朗发动更多打击，还喊着要给伊朗高层再来一次教训。除了美伊之外，伊朗还指使胡塞武装在沙特开辟了一条战线。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对乌克兰发动导弹打击，就意味着伊朗要开辟一条全新的战线。一个国家扛3条战线，伊朗的导弹再多也不够这么消耗的。所以乌克兰递上了一个台阶，伊朗就立马顺着台阶跑了下来，把3线作战的风险按死在摇篮里。值得注意的是，伊朗虽然给这场打击踩了刹车，却没打算认输，起码在嘴上还要保持一贯的嘴硬。雷扎伊各种强调，现在只是暂停，德黑兰还要对乌克兰的说法进行调查，后续要向乌克兰索取赔偿。这也暴露了德黑兰的真实心态，他们既想告诉国内强硬派我们没有认怂，我们只是暂停，又想告诉乌克兰这事没完，你欠我一笔，还想告诉美国我收手了，别拿这个当借口来打我。从这个角度看，恐怕乌伊这场冲突还没到结束的时候，打击计划是暂停了，但勒索计划才刚刚启动。伊朗现在太缺钱了。2026年7月，伊朗官方统计的同比通胀率达到 87.9%， 里亚尔对美元汇率从2025年1月的约90万兑1美元，暴跌至2026年7月的近190万兑1美元，足足翻了2倍多。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未来1-2个月内，伊朗可能还要面临新一轮通胀，从而进一步引发社会不满。到时候的伊朗绝对撑不过和美伊的对峙。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正好撞了上来，伊朗当然要趁机赚一笔。雷扎伊说，伊朗要继续调查这起事件，他们要调查多久？1个月、半年还是1年？调查期间，伊朗随时可以声称发现了新证据，随时可以重启打击选项。这把刀只要还悬在头顶，乌克兰就得一直和伊朗周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钱堵嘴，但伊朗要的恐怕不只是传钱，还有可能是政治赎金，用这笔赔偿撬动更大的东西。乌克兰想不掏钱也行，拿东西来换，比如制裁的松动，或者冻结资产的释放，甚至通过乌克兰去勒索背后的美欧。但问题来了，伊朗真的能勒索到乌克兰吗？火力军可以给出答案，很难，因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用这种方式敲开制裁的口子。如果伊朗通过勒索乌克兰拿到了一笔赔偿，那就等于给他们打开了新思路。这种误击伊朗船只的意外可能会越来越多。今天勒索乌克兰，明天能不能勒索欧洲？后天能不能勒索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华盛顿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把伊朗经济压在崩溃边缘，绝不可能允许伊朗用这种方式找到经济出口。所以雷扎伊说的什么赔偿，大概率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乌俄战场上，俄罗斯正在复刻2025年的老套路，先切断乌克兰的补给线，再派地面部队推进。这套战术能够成功吗？按照俄罗斯的套路，他们要用无人机、滑翔炸弹切断乌克兰前线后方100公里内的所有补给线，让前线的乌克兰部队拿不到弹药，吃不上饭。
2025年夏秋，俄军靠着这一招，在红军村和胡利亚伊波莱方向打出了一些效果。先用几个月的时间慢慢磨，把乌军的后勤一点点掐断，然后地面部队再往前攻。现在他们把同一套剧本搬到了顿涅茨克堡垒带，瞄准了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不过火力军觉得俄罗斯不太可能取得成功。我们先看俄罗斯是怎么做的。ISW 的研究报告显示，俄军指挥部在7月提供了1000架闪电无人机，下令加大克拉马托尔斯克周边的打击强度。拿到装备之后，俄军越来越频繁地打击乌克兰的火车头。铁路是乌军向东线运输物资的大动脉，打掉火车，那整条线就容易瘫痪。然后是大桥梁。8月2日，俄军一次导弹齐射，炸向斯洛维扬斯克东部的切列夫科夫斯基大桥。这座桥是通往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关键通道。俄罗斯军事博主反复强调这座桥的重要性，说全城仅有3座能过重型车辆的桥梁，这座桥就是其中之一。如果遭受损毁，乌军的补给将大受影响。这次行动比较特殊的是，俄军增加了滑翔炸弹的使用。拿8月2日来说，俄军对斯洛维扬斯克投下了 FAB-250 滑翔炸弹，炸毁10几栋房屋和1栋行政楼。对乌军来说，这个东西确实比较棘手。虽然他们早就端出来的应对方案，就是立马电子战系统，可以干扰滑翔炸弹的卫星导航信号，致使炸弹偏航。但是这套系统也有一个问题，乌克兰国防部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在6月底的报告中专门点了出来，立马产能跟不上，无法大规模使用。如果俄罗斯要大量投放滑翔炸弹，确实会给乌克兰造成不小的压力。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效果似乎还不错。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的消息来源都承认，乌军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的夜间后勤任务已经变得有些困难。那为什么火力军敢说俄罗斯不太可能取得成功呢？因为他们搞这套战术，本质上是因为前线推不动了，哪怕是动用渗透等手段，他们也没办法啃下来这块土地。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乌克兰防守最严密的堡垒带。从2014年之后，乌军就在这片区域持续构筑了防御工事，反坦克壕沟、龙牙、雷场全都上了。这是整个乌东防御体系中最坚固的一段。地面进攻打不动，就只能上主攻，先打乌克兰的后勤。问题是，这条堡垒带不是红军村和胡利亚伊波莱。之前俄罗斯能在这2个方向取得一定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2个方向的后勤线比较单一脆弱。但堡垒带不一样，这4个城市相互连接，斯洛维扬斯克的补给断了，可以从克拉马托尔斯克补。俄罗斯军事专家维塔利·基谢廖夫透出消息，乌克兰甚至还在这2座城市之间修建了地下隧道，哪怕俄罗斯在地面上炸来炸去，也无法触及地下的运输线。而且大家别忘了，乌克兰不可能坐等挨打。一名俄罗斯军事博主承认，乌克兰部队在斯洛维扬斯克以东发起了反击，直接打乱了俄军的进攻节奏。与此同时，乌军的无人机正在持续打击俄军的无人机控制点和弹药库，压制俄军对乌方后勤的打击能力。滑翔炸弹虽然难搞，但是把你的弹药炸没了，你还怎么用？所以综合来看，俄罗斯的行动确实会给乌克兰制造一些麻烦，但俄罗斯想靠这招彻底拿下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不太可能。太平洋方向，日本的武装之路正在全速推进，从火力打击到情报统筹，再到海外影响力，3个维度同时发力。但是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军事大国，日本还差了一些。7月底到8月初，短短几天内，日本消息频传。先看火力打击方向，在太平洋上，鸟海号宙斯盾驱逐舰成功发射了一枚战斧巡航导弹，精准命中预定目标。这是日本军舰第一次发射战斧，也是向全世界宣告，继澳大利亚和荷兰之后，日本成为美国以外第3个从水面战斗舰艇发射战斧导弹的国家。整个流程从目标锁定到导弹离舰，全部由日本船员独立完成。现场的美军只负责一件事：鼓掌。为了这一刻，鸟海号在2025年9月就离开日本，横跨太平洋驶向美国圣迭戈。在那里，它更换了 MK41垂直发射系统，升级了作战软件，将自身火控与战斧导弹系统彻底同步。直到3月，改装才全部完工。仅仅过去了4个月，实弹就打了出去。在过去，鸟海号干的都是防空和反导的活。现在这艘船有了进攻能力，日本还专门订购了400枚战斧，200枚 Block 4， 200枚 Block 5。Block 4射程近1600公里 ，Block 5还能打军舰。按照日本的规划，鸟海号将在9月返回日本。到那个时候，西太平洋将第一次出现一艘随时可以发射战斧的日本战舰，一艘防空驱逐舰彻底变成了一艘进攻型打击平台。就在战斧发射1天后，航空摄影爱好者的长焦镜头拍到了一架 F2 战斗机。和以前 F2 不同的是，飞行员座舱两侧的挂架上挂着2枚从未见过的导弹，体型巨大，
还有六角形横截面及隐身外形设计。军事分析人士的判断出奇一致，这是日本新型25式地对舰导弹的空射版本。25式的陆基型号在3月的时候刚刚完成在熊本县的首次实战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从九州发射足以覆盖朝鲜半岛外海。而 F2 的作战半径接近900公里，配合空中加油还能延伸，两者一结合，日本对地对海的打击能力再也不局限于防御二字。再看情报统筹这条线，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人员规模初期约730人，首任局长由原内阁情报官原和也担任。他的职能是统筹外务省、防务省、法务省、警察厅等所有情报部门，并且直接对首相负责。这是2战以来日本情报体系最大规模的改革。以前日本的情报是分散的、碎片化的，现在全部收拢到首相办公室直管，权力进一步向首相集中。而在海外，日本的动作也没停。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计划参与8月底在伦敦召开的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国防部长会议。日本的算盘很清楚，一旦美伊达成停火，自卫队就派扫雷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第4大石油进口国，日本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度高达90%。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直接关系到日本的能源命脉，日本不可能坐看其他国家处理。再加上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了大量水雷，而论起扫雷，日本绝对是全世界最顶级的那一批。所以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行动，一方面能够协助疏通能源命脉，另一方面也能保证日本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凸显日本的实力，从而提高日本的军事影响力。这些事拉出来指向同一个方向，日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武装之路，迈向独立自主的军事大国目标。那么距离这个目标，日本还差了什么？首先就是法理正当性。近80年，和平第9宪法把日本锁在框架里，高市早苗早就想拆掉这把锁，此前甚至放话要在2027年春天完成修宪。自民党的方案都拿出来了，把自卫队相关条文写进去，增加紧急事态条款，在发生重大灾害或国家危机时强化政府权限，就差正式提出来。只要他们提出来，按照日本现在的情况来看，下议院通过法案不是什么难事。在2026年2月的大选中，自民党拿下316个议席，加上执政联盟伙伴，下议院修宪所需的2/3多数已经到手，就看上议院和全民公投了。但只要法律文本没改，日本在国际法层面就永远是个没有军队的国家。其次是作战体系的完整性，日本至今没有自己的全球侦察网络，战斧导弹能打1600公里，25式空射导弹能打1000公里以上，但打出去的前提是你要知道目标在哪里。日本也清楚自己的软肋。2026年4月，日本防卫省的低轨军事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正式投入运行。这套系统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目的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信息支持。但问题在于，这套天眼并未走向独立运行。卫星星座的侦察数据最终要接入的是美军指挥体系。虽然日本说这是借美国的太空军事力量来弥补自身短板，但是没有自己的独立侦察网络，远程打击就受制于人。在这种基础上，谈独立自主就是空话。最后是军工产业的依赖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的报告显示，2021年至2025年间，美国占日本国防进口的95%。日本能造坦克，能造装甲车，但海上的宙斯盾、空中的 F-35、远程的战斧，这些核心装备全部要依靠美国。只要美国断供，那日本相当一部分军事力量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就拿战斧来说，日本确实买了400枚战斧，但是在5月，赫克塞斯正式通知日方，美军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所以想要战斧交付，基本上还要再等2年。这也意味着鸟海号虽然完成了改装，但日本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未来一段时间有箭无弹。这3道坎摆在一起，就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日本确实在加速武装，但是想实现独立自主，要做的还差了一些。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觉得伊朗可能会怎样勒索乌克兰？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
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